我們已經學習了金屬與非金屬的結合會產生離子鍵，而非金屬與非金屬的結合會形成共價鍵。本視頻最後講解的一種鍵是金屬鍵，金屬之間是如何形成金屬鍵。金屬原子緊密地排列在一起，然後形成巨型晶格。這個巨型晶格是帶有正電荷的離子、陽離子及自由流動電子或離域電子所包圍着。這些流動電子可以在整個結構中自由移動。以下講解流動電子是如何產生。以鈉原子的電子分布圖說明，鈉的電子排布是2、8、1，它的最外殼層擁有一個電子，它們受原子核的吸引較少，故此較易脫離該原子。因此，金屬原子較容易失去最外殼層的電子，並產生帶正電荷的離子，形成類似離子鍵的狀況。金屬的巨型結構，陽離子被流動電子所形成的電子海包圍着。由於流動電子在整個晶格中流動，因而被所有金屬陽離子吸引。流動電子與金屬陽離子之間的吸引力，把金屬的原子連結在一起。這種鍵合稱為金屬鍵。由金屬鍵形成的結構稱為巨型金屬結構。由於金屬原子由強大的金屬鍵連結在一起，而且緊密地排列，需要很大的能量才能夠破壞金屬鍵，所以它們的熔點和沸點都很高。在常溫常壓下，除控為液態外，其他金屬都是固態的。金屬的導熱性，由於金屬外的電子可以流動，當它受熱後，流動得更快，能量會由較熱的一端傳遞至較冷的一端，故金屬有良好的導熱性。金屬的導電性，因為金屬內有可自由流動的電子，金屬與電池連接後，金屬中帶有負電荷的流動電子流向電池的正極，從而形成完整電路。如圖一所示，當流動的電子通過金屬棒，燈泡會發光，顯示金屬是導電體。當金屬被捶打，施於金屬的力可以使金屬陽離子層移位。雖然金屬陽離子的位置改變，但是它們仍然受強大的金屬鍵連結在一起，因此金屬受捶打時可以變形，顯示金屬擁有可展性的。最具形展性的金屬是黃金。金屬可被拉扯成線狀，即金屬擁有可燃性的。用力拉扯金屬的兩端可使原子層移位，因此金屬可被拉長至變形，但不易斷裂。合金含有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元素，其中之一為金屬。例子：鋼合金，它是由鐵和碳組合成的，分別是金屬與非金屬的物質，因它們的原子體積大小不同，在巨型金屬結構內的各原子之間的吸引力因而改變，表示金屬陽離子層需要更大的力量才能互相滑動，導致不易延展或破裂，因此合金比純金屬更堅硬。例子：黃銅，它是由銅和鋅組合成的。另一例子：青銅，它是由銅和錫組合成的。